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中国编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云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那立法院荣誉顾问3Q哥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讨论。好，今天有几件事。那现在全国弥漫的当然是大罢免一些氛围。那以色列跟伊朗那个地方打得死去活来的一些状况，对全球又有什么影响？好，我们先从国内这个氛围开始讲起。坤城要不要简单讲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跟所有的？因为坤城这一席是蓝营要罢绿委最后确定的一席，对，就是没有过24-0嘛。对，那一直到昨天呢，本来大家讲说那个他们领先人宋建良是不是还是会送啦，或者什么这些，那结果到最后是确定是没有送。对，所以呢，你是最后被确定的这一席。对，那心路历程来简单讲一下。这昨天他说要送件嘛，然后他也声东击西啊。本来说中午要去中选会送件，然后到中选会，听说是保全跟他讲说你要去新北市选委会，然后呢，接下来要去新北市选委会，然后呢又跟人家说记者讲说2点多的时候会去送件，然后也拖到大概4点40分左右才来。那时候呢，我有看这一个新闻，还有直播。好，有直播，那我想说，好啊，那大概4点40分左右，那真的有一个人骑着 U-Bike 过来了。那我想说，骑 U-Bike 过来不对啊，应该是要有3吨半的货车来才对嘛，因为要送一堆的联署书，26000份嘛，27000份联署书，至少要有3吨半的货车来嘛，没有，他就宋建良就骑着 U-Bike 过来了，所以记者也傻眼啊，就看着他2手空空就过来了嘛，然后过来之后就跟大家讲说，他今天因为种种的原因，所以他就不送件了哈。那虽然不送件，在我预料当中啦，就是说，因为其实为什么觉得他不会送件？对，第一个，他们后来有摆摊，在三重区党部的门口有摆摊。那三重区党部跟我的服务处都在忠孝路，都在三重的忠孝路一段。那所以我常常会经过嘛，我请我助理去看嘛。那没有人啊，没有人在那边，有人在顾摊位，但是没有人在联署嘛。那所以说这60天下来，我想说，那你在摆摊位，那也没有人联署，怎么可能说是到27000份，然后能够过关？然后我也问了这一个三重的里长，他们说没有，这个不会去，这个什么介入什么罢免之类的，就是有支持我。那社团什么我也去，都也去问了，然后去关心，没有嘛，在三重基本上是没有罢免的这个氛围。OK， 对啊，真的，所以说你宋建良在这个前天晚上突然就 PO 了这个2张照片，然后就说这个他们已经连夜在造册当中然后这个准备在这个昨天要送件，就穿着长袖衣服造册嘛。对啊，那穿着长袖衣服造册，就先被我觉得很奇怪啊。现在是夏至刚过，怎么可能穿着长袖衣服？而且最后我看到那个地点，我去问中选会，那个地点是中选会的办公室啊。那个穿长袖在这个送件那个造册是他们是2月初的时候去送件，然后在那边点件的时候，在那个会议室里面，所以那一张是在中选会啊，也不在造册啊。另外一张就这一张，这一张更大条吧。这一张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内爆了整个三重区党部嘛，因为这个是在三重区党部在三重区党部里面，然后在干嘛？这个不是在造册这是疑似在抄名册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造册不用拿笔造册不用拿笔造册就是按照这个村里把它分门别类你是哪一里的哪一里的分门别类。那你这个是不用拿笔的啊，哪有说造册要拿笔的？你拿笔就是要抄嘛。那所以说这些人起诉书上面也都有，起诉书今天那个三重区党部被起诉了10个人嘛，包含这一个执行长还有这些党工被起诉10个人，基本上就在这个照片里面。对啊，那所以说就我来讲，这个罢免是不会过。但是呢，宋建良，你看之前在这个新北地检应讯的时候，这个穿着纳粹的这个服装，好，那我看这个朱立伦国民党也没有在谴责他，跟着他一起沉沦啊。对坤城来讲的话，当然这一席就是蓝营要罢绿委里面最后确定的这一席嘛。那第一波就确定24-0，对，那确定是24-0。当然后面有没有补件呢？还会有其他的时间。但7月26，那就是24个国民党的委员要面临到被罢免呢，在这一仗。那对绿委来讲的话，这个地方就是10-0的一个状态。那可是对整个国民党来看，当然刚才坤城讲这段，宋建良有讲说他们1份都没有抄，但我也不懂他为什么要讲说有选议员的人有人在抄，我也不知道这时候要报这个东西干什么。但是今天对国民党来讲，我们每次在节目里就说，你可以预想得到，前面已经3个地检署起诉，今天第4个，我们那时候就说国民党要怎么样翻页，因为他3不5时就给你来一个地检署，今天到了新北地检署，奕善，今天到了新北地检署，而且大家每一次在起诉书里面
都会找到一些亮点。没错，今天的亮点在哪？要讲的是叫做宋建良，昨天送件不良嘛，哈，联署书没有送出去，起诉书出来了啊，起诉书今天的新闻稿直接跟大家讲啊，这个根本就是伪造文书啊，伪造了立法委员罢免提议2566份，起诉31人，还起诉是19人，一样了哈，起诉的大概都是这个印名册，把名册印出来的这些党工嘛，那还起诉的通常是抄袭的志工或者是一些有领1000块的人呐哈，这些还起诉要3个小时的法律教育，罚1万跟3万块，40个小时不等的义务劳动哦。整个里面起诉跟还起诉，我本来看起诉还起诉怎么没有我们宋建良？结果宋建良叫做不起诉处分，为什么呢？所以昨天他们不要说真的，没送件，你爱讲多少份就多少份。那些文件我相信不在宋建良手中，所以他根本没有东西送啊。如果有东西送，他一定在起诉名单里面，表示东西放在你那里面，表示你是指示人家去做伪造文书的工作嘛。那不起诉处分，表示你只是人家找来作为领衔人，作为人头，所以你对于整个伪造文书的情势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去做了这个领衔人，所以才获得了不起诉处分嘛。所以昨天还好没送送了你可能有事，没送反而让你可以做不起诉处分哦。那整个的样态是怎样呢？有趣的地方在这里，这是第一次直接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介入的情势。过去台南或宜兰也好，都只讲到党中央指示我们都还怀疑说是谁指示的。这里写的非常清楚，是在民国110年2025年今年1月22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全国罢免专案小组会议。我就问林涛，为什么要问林涛？因为林涛在这个节目里面，对面刚好坐李坤城。那时候一阶段联署的时候，他一定说李坤城一定会过啦。补件 double 啦，补到 double， 就在这边啦。这个我印象深刻。所以是不是林涛当在我的面前讲说这个补件一定会过，而且 double 会过。对啊 ，so what？ 没过又怎样？好，所以是不是林涛有开这个会议，所以他知道各地党部都有在做联署？我不想他有没有知道抄袭啦，但是至少知道有在联署，而且他非常有把握李坤城会过嘛，所以要求各罢免案于农历春节开工后。114年的2月3号送交罢免提议人名册相关文件到中选会，然后陈怡蓉这个就是他们新北市党部的这个书记长，随即在22到24号之间指认负责3、5、6区的罢免案，这3个所谓的执行长应于114年2月2号备齐所有的罢免的提议名册嘛，总共的时间说真的非常的急迫，所以非常的急迫的情况下，他们干脆就是用抄袭的状态嘛。那整个的组织架构图你也看是归乖啦，几乎整个新北市党部有负责所谓的罢免区的部分的党工，都几乎是被起诉的一个范围哦。所以包含尤其这个罗大宇这个部分的3重，其实罗大宇我在之前在2月的时候，他们提所谓的送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指出罗大宇已经介入嘛。送件的时候旁边站的不只是宋建良而已，不只是领衔人而已，罗大宇就在旁边嘛，所以我们强烈怀疑就是3重区党部在负责这个联署工作的嘛。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2月的时候就已经知情，而且是罗大宇。我就要问，是不是罗大宇找宋建良？国民党真的没人吗？这整件事情，罗大宇找宋建良，写书上面写了写得很清楚，就罗大宇找了宋建良。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你要发动罢绿委不是不可以，国民党真的没人了吗？台北市党部发生了，你明明找钟小平一阶段就可以过的，那3重难道没人？你一定要找一个法西斯党的负责人叫宋建良来罢免李坤城吗？国民党有人他们过去的国民党的秘书长叫李乾隆，当过8年的3重市的市长。家里还开了一间非常大的庙，在3重里面的非常有名的庙，组织系统非常扎实。为什么不找李乾隆帮忙？我就问朱立伦，你是不是跟李乾隆不好，所以不找李乾隆去帮忙负责这件事？是。所以他们整个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不只是在进行联署的时候，你们用违法的手段嘛？表示你们自己内部的组织系统之间都有一些问题，所以才导致你们内部产生这么大的法律问题嘛。然后现在发生这么多的法律案件，
还在鬼扯。鬼扯什么呢？鬼扯说啊，大团有数万份的无效联署，有可能涉及伪造文书嘛？我要讲的是说，你叫做94%的伪造文书伪造率哦，96%的伪造率哦，人家公民大团如果扣除1阶段、2阶段的重复联署。公民大团的所谓的有效的联署数大概就是85%，如果把1阶段、2阶段的重复联署扣掉，其实也跟第1阶段一模一样，都高达了将近95%的一个良率。你95%的不合格率去指控人家95%良率的涉及伪造文书，国民党你还真的有脸敢讲？你有脸敢讲，我们真的不敢听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个一路往下呢，还有好几个地检署，那还没有起诉书还没有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到时间不等人，因为时间一路到7月26号以前，大概只剩下5个礼拜六、礼拜天，除了造势办活动以外，除了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地方的包括组织战、包括客厅会。所有要打巷战以外，还要面临到空战部分，3不5时来一个地检署，来一个起诉书，来一个。然后今天包括另外一则新闻，那个司法战，国民党像那个博弈跟那个淑慧好像是有提到，就是未来要不要党中央要不要处理一些像这样的空战的一些东西？因为今天再加一则。罗明才委员服务处的主任，然后被约谈，因为在新店那个地方，不是那时候他们也要罢新店的民进党议员陈乃瑜嘛那一席，然后现在讲说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到伪造，那主任被约谈，你就想到这一区再开一朵花，现在就变成这样，博弈。这整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讲，好，对国民党来讲，赶快翻这一页吧，因为现在一定所有的部队重兵要投到怎么反罢啦，所有这些，但是空战来讲的话，时间就这么多。一个媒体1天24小时，当3不5时来一个起诉书，你光看这起诉书里面提的，而且说实话，为什么有人还起诉，有人不起诉？尤其还起诉呢，就是你来帮忙抄一抄，法律也不希望对这些人科以重责，所以有很多还起诉。要不然的话，各位你自己想想看，这里面这是起诉书的内容。然后呢，因为接下来2月20号要开始，今年2月20号。要开始施行，不是要身份证影本，那会比较难嘛？所以为了赶在那个以前，因为这样恐怕会影响名册收集的进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发展委员会的组织部主任徐梦正，这是在那里头直接讲徐圈正，好吧？那只是那陈真荣他们这些，在什么时候呢？1月22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全国罢免专案小组会议，要求各罢免在农历春节后开工日2月3号送交罢免季。各位。1月22号，你现在回头看一下，这一天是礼拜3，然后接下来礼拜4、礼拜5，接下来1月26号就放年假了，放年假放到什么时候？放到2月2号，2月23号就是年假一回来，你这不是要逼死人吗？然后你1月22号跟大家讲，然后接下来每一个虽然份数大家说不多吧，大概2000多份嘛，那昆城那应该是2000多份，总共2000，对，第一阶段嘛，提议书。可是2000多份，你也要给他时间呐。虽然份数大家说不多吧，大概2000多份嘛，那昆城那应该是2000多份，总共2000，对，第一阶段嘛，提议书。可是2000多份，你也要给他时间呐，他要摆摊，他要去弄。所以你从这里面就会知道那个过程。平心而论，这个过程真的是不知道，连轻忽2个字都很难以形容。然后你叫这些党工下去做这些，然后到最后出来后面一大堆。现在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又面临到第一个要全力去反罢，但是每一次出来一个这个，然后呢，要不怎么样？就是媒体上再给你来一个说什么黄旅他们这一段，中间还有党部的人跟他们说，抄的时候。抄完一题换下一题，负责提的人还在旁边提醒，那个笔记要换，不然写出来都一样。你从这个来讲，对国民党来讲，要怎么样把这一段整个翻过去？要不然的话，对你们来说，要集结重兵，光打这个反罢都很困难啊。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不讲。对啊，这的确是老讲起诉书，当然最后结果是如何不知道啊，对，但是对确定对。但是现在起诉书目前出来一些状况，老实讲，就是就算是我们自己同党的，都会觉得。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不管是1%、10%，我之前每次都讲一样的话，就是那不是仇恨值不仇恨的问题，是有没有认真去把它好好做完的问题。状况很多，那现在一一的出现，那我老实说，这个问题就只能够
蓝营来承担，这没有办法，党中央也得承担，地方上的不管是立法委员、市议员都得要承担。那承担完，怎么样能够翻转民众的支持度？我觉得第一个先如苏慧议员讲的啦，你说中央要赶快有个作战中心，接下来方向要一致嘛。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这个打仗的时候，航空母舰旁边要有什么？要护卫舰。对。那现在只有护卫舰，没有航空母舰，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对，各个地方上的状况都不一样，但是无一不面对到很严峻的情况。不管是深蓝选区、优势选区，还是一些五五波的选区，问题很多啦。我还是觉得党中央的确是必须要出来对很多这些起诉书的事情，我觉得至少要做一个充分的说明。不管是道歉也好，不管是澄清也好，我觉得总是要给支持者一个基本的态度。我觉得这态度，我觉得短痛可能要选择的，要不然你长时间的一直流血下去，到后来没有错，的确没有死，但是不是很有活力，不是很有生气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些立法委员恐怕还是保不住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党中央要出来做个说明。那地方上，我相信不管是市议员还是各个里长啊什么等等的，现在都竭尽全力的在帮忙我们的立法委员，不要让他们被罢免掉。因为这个是一个议员有权利在帮立委这些吗？我了解是真的都有。因为不管是就个人考量，还是就大局的考量，帮助现在的立法委员不要被罢免掉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做法了。因为很简单，第一个，如果现在市议员等着，好像大家讲的，立法委员被罢免掉，有一个坑了，对，他走了就换我去跳了，对。跟各位报告，这坑是无底深渊的，你跳进去没有底的，因为很简单，现在我们地方上所有的选民，因为之前蓝营的很多做法，他们不满意，所以现在他们都睁大了眼睛看蓝营的市议员，包括很多的一些公职人员有没有在帮忙立法委员去反罢免的工作啊？你不认真去做，我老实讲，之后你要去，就算需要补选，你也没办法补选的啦。一些风声不好听。再第二个也是非常现实的，讲白一点，如果这次大罢免出现很大的状况，蓝营的整个气势崩盘的话，明年很快就到了市议员选举跟县市首长选举了。你这一关不能够卡得住的话，你接下来会一泻千里啊。二阶，我说难听点，这是面子之争。挂蛋是面子不好看，3阶被罢免掉，那就是里子的问题了。你连实质都没有，而且如果3阶被罢免的太多，你4阶要再选上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这是环环相扣，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在这个第2阶段，如果还不能够顺利止血的话，那接下来恐怕那个流血的速度跟流血的幅度会越来越大。所以这部分我相信地方已经尽全力了。那党中央我也是期待啦。那不管是针对这些起诉书的内容出来做一个说明，还是要不要出来开一些作战指挥中心，让我们所有的战局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来前进。这些事情要尽快的做，因为再拖下去了，就算做了也来不及了，或者是效果变得很差。这一仗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罢免视同选举，视同战争。怎么样能够在这场战争中能够度过这个海啸，是我们蓝营所有共同人目前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方向。OK， 刚才一开始有跟观众朋友介绍，那立法院荣顾问Thank you哥赶到我们的现场，来Thank you，欢迎。大家好 ，Thank you。Thank you的头发还在啊，所以你知道那过程当中，他还在等着看补件，还在挣扎着看那个补件的速度来决定他的头发。但Thank you，刚才好，我们从博弈刚才那个话讲，第一个你自己经历过，包括2阶啦、3阶啦，所有的这些，你现在在地方，你在地方上也一直在跑，你感受得出来。不管是罢方或是反罢方的这个地方，博弈刚刚讲，现在蓝营几乎所有的民意代表，尤其是议员层级的，都已经知道这一仗如果要是守不住，那不是那个委员罢掉，他有没有人要去补啊？而是连明年的2026的气势会不会一路江河日下下去？所以他们现在是全体动员，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也有媒体上面讲说，现在到7月26号投票24-0嘛。那这24席，对，总是刚才博弈也有提到，有的是好，有人觉得是不是稍稍安全，但是他们自己也讲，票没有投出来都不安全，但也有非常危险的街。Thank you，你自己怎么评估这24席里头，在未来，尤其跟未来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好，一个一个回答。第一个，在地面上的感受，其实罢免案不比选举热闹。选举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嘉义市他们的选举啊，在选前之夜，选前在那个会在喷水池，不管几组候选人各自在战车上阐述意见，我们说这个叫做嘉年华啦哈。但罢免案不一样啊，罢免案是你要让我没工作，让我助理没工作，让我的支持者难过伤心，所以罢免案会比较像各自同温层，很热。
但是他们不太会交锋。像我自己遇到罢免案的时候，我记得我去扫菜市场也鲜少。有这个像媒体荧幕上面那种很激烈的冲突，很少，非常少。所以如果要是要罢你的人，他就是不理你而已。我当时是这样子啦，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对啊，这一次都是直接到脸上去呛的，所以这一次的仇恨值比我那一次还要高。那我的结果是怎么样？大家可以猜测，这一次的结果会比我还要更惨烈。好，然后呢，那个投票率可能会更高，因为这次是区联访。事实上，是我当时的投票率已经来到50几%，是非常非常高的。左右吧。对，单一选区，那个是全国，你知道单一选区补选，如果有一些什么镇长、村长，都甚至20%都没有。所以它的同温层、地面同温层效应除了高之外，你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罢免方的气势比较强。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国民党现在在做的事情，叫做会让中间选民，这会害怕的事情，就是他对于明显的错误，却用不同程度的高调跟热度去欲盖弥彰嘛。王宏威今天在干嘛？王宏威今天在指控罢免国民党的联署书有15万份涉及伪造造假，甚至是要求这个政府要去办。可是问题是，这15万份怎么来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啊！我在这边呼吁啦，如果你感觉到你罢免国民党，你被抄了，去告，拜托你去找王定宇告。我不相信王定宇会不帮你告。这15万个台湾可能涉嫌伪造文书的，在王宏威的嘴巴里面有15万个老百姓，有几万块、几十万的奖金等着你领，怎么不去告？没有道理。原因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又是一个政治攻击，它已经不成比例了。当然，你如果有小错，我们就想想啊，还有年轻人不懂事嘛。你看李孝亮可以这样子演，可是赖以任不同比例的高调，伪造文书10万联署，不同比例的高调，那这个不同比例的高调会有后遗症的。它会让现在已经懂得看政治的年轻人，慢慢的这辈子不投国民党。每个人都会有，我至少在台湾，我自己啊，我不确定阿苗应该也有。他到某一个时间点之后，发现国民党不是选项。到那个时间点之后，开始会寻找所谓的民进党与第三势力。我甚至认为，包含民众党的组成都有一定成分的。他想蓝绿一样烂的前提是你得知道蓝绿是烂的，哪里烂什么嘛。所以国民党现在这种不成比例的掩护方式，会造成未来有一定程度的人都不去投。等一下，我就顺你这句话，你如果讲到那民众党，这一次先不讲远。但是这一次显然蓝营很寄望白营，尤其像黄国昌主席他们，能够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把一些年轻票或什么，因为白营的组成本来就是年轻票比较多，所以你刚刚讲，如果就算很多年轻人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他就是不想投国民党，但是靠着白营或黄国昌在最后，也许力挽狂澜，说所有的白营、所有的小枣、所有的冲粉，就这一次再帮他们一次，有没有这个效果？我在打比较大规模选战的时候，我会怎么做？我会把每一个议题拿起来，有没有所谓的攻防？那你对年轻人来讲，年轻人本质反威权、反权威啦。那当然，现在民众党会把它解释成威权嘛，所以民进党威权嘛。如果是个台湾人，眼光不要太远，稍微远一点，就会知道真正对台湾的威权是谁？是中共啊。那他就牵涉到这个议题，说反政府的的部分里面，你的连结是有没有反共这个题目？有嘛？也是在民进党这里啊。所以这个议题，我不认为他会得到绝对的优势。你可以看得到年轻人在2024选后这1年间的变化，的确是有从民进党削弱，然后转移往民进党的部分啊。所以每一个族群、每一个议题是不是都有攻防，这个是我在意的。因为这个搬到台面上论述的时候，就是打仗，只是说这里你比较强，那里我比较强嘛。那国民党逐渐萎缩的情况，它现在已经寄情于民众党，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我问你，民众党那300万票现在有没有300万？这个大家一定打一个问号。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300万去哪嘛？那300万为什么而走嘛？那300万会走，就是因为柯文哲的案子，大家讨论完之后发现他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还记不记得黄国昌跟民众党用不成比例的掩护方式嘛？他没有拿钱，怎么会有啊？司法追杀，或什么党检媒一体嘛？甚至有一些那个蓝营的过去的媒体人看不下去，都跳过来。我今天在有台的时候在讨论说，陈慧文还能上几次中视？就是你知道他们已经开始整个那个板块在挪移了，但是你用不成比例的方式在袒护自己人。坦白讲，打民众党的时候，幸灾乐祸的都是国民党。这个时候换大家国民党要去求助于民众党的时候，我不认为民众党是什么真心在帮忙。他想的事情也是我能怎么拿到你的票。所以这些中间选民、年轻选民，
他们其实可以接受真正的犯错，但是你到底犯的错是永世难以抹灭的错，还是每个人都会犯的，或者是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会理解。国民党现在都是用这种压注式的方式去辩护，我不认为对他们长久有帮助。那最后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一个叫权责相符啊，以及善有善报啦，因果论什么意思？就是权责相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国民党到现在刚刚讲的有护卫舰啊没有航空母舰，或者是到底是党总召要负责，还是党主席要负责，还是被罢免的立委要负责，还是黄吕锦如要负责？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啊，权责不相符，权力到底在谁身上，责任又在谁身上？没道理，权力爽都你们在爽啊，然后倒霉的时候都我们在做工吧，啊喊都你们在喊，关的时候都我们在关吧，啊这个你们跟我们是谁，在每一个关系链中有不一样的存在，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负责的人2个月后就不干了，你要叫他怎么认真？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们捅最大锅的总召现在还在当总召啊。他要负责吧？你把整个国民党一锅先弄成这个样子，然后傅昆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不在国民党也能继续当立委的人，他甚至是关过出来还能继续当立委的人，花莲还会投给他，所以他的情况是国民党没有对善恶去做一个价值观的判断嘛，他们只觉得打仗人要多，人多朋友要多，敌人要少，什么好的坏的只要站在我身边都是朋友啊。那现在的情况大家看到了。只觉得打仗人要多，人多朋友要多，敌人要少，什么好的坏的只要站在我身边都是朋友啊。那现在的情况大家看到了，等到人多嘛，你人真的多啊，好不好？你上一次选的真的多啊，席次你也多，可是问题出事的时候这么多人没人要扛啊，谁扛谁负责？到现在连一个指挥官都找不出来，台北市指挥官是蒋万安吗？你觉得蒋万安真的有拿一支旗帜在那边来对我行吼，赌上我的性命啊，赌上政治生涯？5个立委掉1个掉2个，我台北市长道歉，怎么挖哥的？没有，你说这不当连结，我不在意啦，因为原因是他们现在其实已经是党这个地方党部党公职人员以及这个被罢免立委，这全部都乱成一锅牵在一起了嘛，包含什么选委会也有这个严审宽审的问题，好，所以。指挥官在哪里？权责是否相符，以及更重要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举3个年轻人来讲，李孝亮在这个演讲台上讲，我们不同意民进党，我们不同意啊，到底不同意什么不知道哈，你注意听哦，他讲什么？他是一个橄榄油2代，至少妈妈说家里还不错嘛哈，橄榄油2代，他上台讲什么？讲。民进党漠视年轻人的高工时，民进党漠视年轻人的低薪资。李孝亮什么角色？在起诉书上看到他的高工时啊，都在外面呼吸啊，他哪有在工作？他有在工作的话，他现在就羁押了吧？他没有工作的好吗？他工作时间都在外面打粮啊，让他打一个蛇草啊，一边蛇草一边还回头看说来这边吵啊，没地吧给醉。这个人现在奉为上宾。在那个游行的那个大安森林公园是第2排的嘉宾，那第2个是谁？第2个叫赖以任，高调吧，演戏吧，抢尽风头吧。他最新的发文下面没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去留言，什么意思？重判轻离。第3个被人家嘲笑的，这个人叫宋建良。宋建良昨天多好笑呢？他跑去送件的时候跟李坤城有关系。他送件的时候讲，不明的状况，我们数字虽然够了，但是我决定不送件。有些东西不好说，那些要选议员的才去抄，意思就是他没有抄嘛。最后骑脚踏车走，我想到8964天安门那个骑脚踏车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当时骑过来说 ，It's my duty， 有没有飒爽登场？然后我们李坤城的这个罢免李贤人，这个叫宋建良怎么做？他一样骑这个脚踏车，高歌离席 ，It's not my duty 就走了。谁做的是对的，谁做的是错？这3个谁对谁错？宋建良是对的，他知道这是错的，不能做。他是对的，但是他在声量跟国民党的地位上，他被嘲笑。他被冷冻，他甚至发言都没有，都没有那个，他就是被找来跳咖的。李坤城很难罢，我们找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年轻人去罢免他，有没有3重的举手？可能就那个情况，宋建良举手他就去他领衔了。李孝亮呢？国民党没有人对这件事情说，你怪怪的，你不应该出来。他让他上台讲呢。赖以任呢？他
后来才发现贴他胶带的不是绿色胶带，是蓝色胶带呢？原因是因为他在地检署里面一五一十都招了。今天的媒体报道新闻，他在里面讲4期4一定高机，黄旅锦如欣赏我，介绍朋友到我去寄户口，结果时间不够，我跟他说我负责空战，黄旅锦如会把陆战的这个份数补齐，从头到尾都你讲的然后你贴个绿胶带在那边表演。所以国民党对于这些年轻人也好，或者是现在党公职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权责相符，然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一个公司在经营的时候如何激励员工的最基本方法。你要鼓励对的员工，跟惩罚错的员工。如果你一直鼓励这一些在第一线，然后抵抗，然后用不符程度的去掩盖自己的错误的这些立委，那这个党对民主来讲，老百姓当然就会用选票投下他们的价值判断了。上公其实每一次看起诉书的时候，在里面都会找到一些点，而这一次看起来的话，刚才3Q有提到，其实854其实是啦，其实今天媒体也有讲嘛，那个过程可能在里面，不管在整个罢免案里面要扮演的角色，或是到了地检署，然后在答询的过程当中，到底说了一些什么点？对国民党来讲，最伤的是不是就是这整件事情？3Q刚刚说，等于是是非对错不明，就到底这件事情，或是他就是个抄一定就是错，可是为了避免影响整体的民心士气，所以宁可就是用刚刚讲一个比较大的东西，把它整个按砍下来，把它盖下去。可是这件事情，你真的盖住了吗？还是那整个到最后的恶果，可能会在7月26号，甚或在2026那场选举里面才会吃到恶果？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说，你到底要去做如何的断点？看不到嘛。然后你就看到一份一份起诉书，一份一份出来。那5月，我相信5月收押的，是不是7月又要出来了？因为台中5月2号搜索的时候收押2个嘛。那你看现在都快6月底，照时间算快了快了嘛，快了7月嘛，那6月我就说，我当初就说最快的话，搞不好我们6月除了台北市，我们还要看2份，2份出来了，就宜兰4月25号的收押嘛，那一个是4月29号的收押嘛，那接下来5月2号的收押呢，我们要不要看？然后基隆最后一个5月21号收押，基隆要不要看？要等等一路下来，那你一路下来，每一个起诉书都有新的故事，那我就不知道了，你到底要不要设断点？好，那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办蓝不办绿。好，那把那个15万端出来。15万端出来，其实你认为人民最容易接收到的很多东西，一个是数字，一个是金钱。所以前一段时间你就看到你们8团钱从哪里来？你看你在那边设摊，你的车子，你的什么，大家会想，对，车子要钱，什么要钱？他用15万这个数字，数字，他不跟你讲15万的内涵，15万数字的内涵他不跟你谈，他从15万直接把你跳到搜索民进党党部，那中间这一段过程他不跟你解释，他不跟你多说他就告诉你违规、违法，他是拉在一起直接跳过去，它是一个延续。之前一直在讲，我们去举发，我们去告发什么的，当初你记不记得坐旁边的就那个跟你呛说一定会过的那个南投有50几个死亡检联署，为什么不办？他们但是在政治上面，我常讲一句话，政治比的是什么？操作技巧高明与否。司法讲的是证据可信度与明确性，那现在他们做的就不是在跟你讲司法的证据明确性嘛，他是在跟你讲政治操作嘛。那政治操作需不需要证据？不需要的。政治操作不需要证据，他政治操作的是比技巧的高明与否，所以他一直告诉你15万，你听到是真的是一个很可人的数字。攻防上面来讲，而且时间没操作，7月26号要投票对，它就是一个政治操作嘛。那政治操作里面他要的是什么？反绿的人会不会出来？
反绿的就说啊，你们执政，你们用司法，那15万你们不办，怎么样？会不会激起一些反绿的人的情绪？你觉得效果怎么样？啊，我觉得很难呢。哦，为什么？你讲15万又不解释，因为光听数字确实是多啊，是多，但是问题是，今天你在这边喊的过程当中，跟明确的起诉书抄的过程当中，你会被他冲掉。你会被他冲掉，就等于说起诉书都可以告诉你，哎。你们1月22号开了一个会，然后你们的组织部主任讯息的打给谁？什么？你们几月几号在哪里抄？你们几月几号怎么样？还交代里面笔记要更换的怎么样啊？左手换右手啊？那个原子笔要换了500，时薪100、150的，这边包红包1000的，那边3块2块的啊，等等，然后里面一看，其实我觉得现在人民的法律素养在这个前面那个羁押啦，什么一路下来还有那个宪法法庭啊，我觉得素养一直在提高过程当中。你认为，他们会觉得，包红包是对的吗？抄是对的吗？起诉是对的吗？在里面他们也越来越了解。还起诉是认罪，但有职务隶属，或是你是被临时交来的邻居啦，怎么样，并不牟利的，啊，你们都认罪了，所以还起诉，啊，你没有参与的，全部不起诉，啊，依然12个没有还起诉，是你12个都有领时薪在抄，好，那只有几个是从轻量刑，好，其他还有3个是从重量刑，你这些一直出来，我就说等到7月又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释？你7月我们又不知道要看几份，那你一直讲那15万，它会是疲乏的，它会是疲乏的，因为我6月20号就公布了嘛，就这10几万人违规联署嘛，我剔除嘛，啊等等嘛然后就这样，然后你们就一直在喊组织犯罪啦，等等，一路喊。然后到下一份起诉书出来，然后大家又说，你们这个起诉书，里面的故事是什么？抄的怎么样？可是它一直会被冲淡掉。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当然你说攻防之间大概要各出奇招。可是每一个地区除了大环境上面看起来的话，起诉书一份一份的来，那当然来这个地方有提到15万的无效联署啦，所有这些，那某种程度是不是刚上公讲的要做不管是要抗衡或是冲淡掉一些，但阿淼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个别选区里面，花莲一定重，所以连那个民党秘书长都，我不讲说常驻花莲吧，但是他跑花莲跑得非常勤嘛，而且专门挑那几座庙，然后没事还要去拜啦或什么这些。好，罗明才这一席，因为他是补建的。它是补建区，所以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新闻，某种程度对这一区现在来讲的话，就刚才讲的约谈那件事，会不会也会产生什么影响？而这2天，因为罗明才委员歌声应该很好，所以从那个两只老虎，然后现在到无敌铁金刚嘛，然后无敌铁金刚完了以后，最近跟霸团之间。霸团也有人直接出来讲说，有没有人说要约吃饭还是什么的这些，类似像这样讯息。今天比较明确的是，新闻里面有说一个联署站突然说什么要什么强拆的一些通知，类似像这样，这些其实理论上一个被罢免人，一定都希望所有的新闻都不要出来吧，什么仇恨值低到爆最好。为什么这些东西就3不5时就出来一些这些？对，因为这一些刚刚讲到傅昆萁啊、罗明才等等啊，他们选举的方式可能跟在场的我们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啦、博维啊、博弈啊，我们都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对，还有差点就一样，我都拍在前面，我还在。对，我们选举都必须要重视我们这个候选人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不管你说个人形象也好，或个人特质、个人条件也好，是大家重视的嘛。可是傅昆萁跟罗明才不一样啊，他们选是有非常庞大的地方派系在支持，就是说地方派系型的候选人其实你说走出他的选区都没人认识他，他也没关系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全国113个立委，很多民众呢其实他是不认识的，但也没关系，他怎么选就怎么当选，因为在他的选区就是固定有
一定比例的人支持他，他也不用每个人都支持，只要固定那一批就好了。啊，那一批的人呢，不管说这个可能他诈领助理费啦，或者是说他有鱼肉乡民啊等等的这些问题，他们都不会在意。这个是某一种选举方式长期存在的。那一批的人呢，不管说这个可能他诈领助理费啦，或者是说他有鱼肉乡民啊等等的这些问题，他们都不会在意。这个是某一种选举方式长期存在的。那所以这次罢免比较特别是说，包括像傅昆萁跟罗明才，其实一开始他们搞不好压根都觉得不会成案，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这跟他们过往20-30年经验不相符。他们觉得说，我在地方上，对不对？根基扎得多深，可能不止我啊，甚至我爸爸、我全家啊，根基都那么深，对不对？你们这些什么公民团体完全不怕，因为就算民进党来，他也都不怕了，更何况是一些公民。阿淼，你刚刚讲，就像傅昆萁那一席，你光讲一开始整个大罢免氛围一开始的口号，你就知道，连大家都觉得傅昆萁那一席罢不成。对，一开始口号不是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傅昆萁。那个前提就是你一定罢不掉傅昆萁，对，所以你只能去罢别人，就等于罢掉他。你光从这个口号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口号，就是一开始大家好了，大家都在这里面经营这么久了，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这样，只是没有想到啊，对了，就是那个姓尚的啊，从上公开始算那个票。我记得上公是从你开始算那个票，什么当时得票多少，有多少人是没有出来投，然后花莲占多少，吉安占多少，什么，大家才突然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那个氛围是不太一样。然后后来张俊他们直接出来有表态的，有什么那些，所以后来才这样。所以他们要讲是对的啊。如果你从当时的口号就觉得本来应该是这样，谁晓得今天走到这个样？傅昆萁每天要去扫市场啊，送车，你就知道那个氛围怎么样。对，所以这次的这个整个罢免活动有一个 X 因子是以前没出现过，叫联动效应以前罢免都是一区一区来嘛，所以这个不会出现像选举一样，选举我们叫做100效应，然后外溢效应这些。这次大罢免也会联动哦。虽然大罢免里面现在这次所谓没有主将，因为它跟总统大选是完全脱钩的。好，然后公民团体里面也没有说哪一个谁好像特别是整个运动的焦点跟核心都没有，所以你说这种主要候选人的一尾效应啊，或者外溢效应可能比较难看到。可是各区的联动，我觉得这是可能一开始国民党也没想到。一开始国民党甚至徐小清还喊出你罢我一个，我罢你5个嘛。当时国民党是对自己的地方基本盘非常有信心的。那可是这一次的所谓的联动效应是什么？就是几个空战的声量比较高的、仇恨值比较高的蓝委，它同时也带动了傅昆萁跟罗明才的联署嘛。我相信有一些这个花莲的乡亲，他也许本来想说啊，罢傅昆萁很难，他可能就是懒得去签名啊。可是他又要看到说，哦，罢徐小新好像也宣布成功了，哎呦，罢王宏也会成功哦。那谁说我们花莲一定不会过，对不对？也许去签看，有签有机会啊。或者是说，也许他对傅昆萁本身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他看到国民党其他的蓝委，他觉得不能这样子不能让国民党那样做大，搞不好他因此去签了罗明才，去签了傅昆萁。所以我觉得这个联动效应要注意。像罗明才委员最近，当然他也是难得啦，看他在电视新闻上有这么多镜头，然后包括唱儿歌啊，然后还有这个造势的时候说，如果是坏人呢要举手啊，这些以前看不到，因为以前甚至媒体也不会特别去拍他造势的时候画面，反正大家都觉得他的选情很稳定。可是现在他意外成为焦点的时候，突然开始网络上就有很多盘点说啊，罗明才他家族的背景是怎样怎样，好，所以大家也开始一路去盘点说，国民党内原来有这样的人那是只有一个还是好多个？那国民党里面家庭有这样类似的这个所谓的黑道的背景的，一个一个在网络上大家开始盘点的时候，你觉得国民党其他的候选人会不会受到影响？一定会，因为你的政党形象被影响。那我相信罗明才立委他现在应该还是研判他自己的很稳定了，所以这些所谓的周边的争议啊，包括说，有没有人跟领衔人联络啊，然后他的这个服务处主任，有没有被调查，有没有造假，这个罢免陈乃瑜的联署等等的，他可能觉得这些是小波浪，或许吧。但是当大家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对于其他国民党要被罢免立委，他又是个压力。
因为现在国民党可能觉得反攻我们要这个说罢免我们的人有15万了，这个无效联署怎么样反攻？可是，在反攻的同时，这一些个别立委的争议也同时不断的不止发酵，还在发生，可能每天都有新的梗因为20几个被罢免的人嘛，你要怎么确保这20几个人在1天之内都不要发生任何事情？事情会不断来包括那个罗廷伟，对不对？他的主任在群组里面传一张盗用别人的图，人家明明是画同意罢免，他给人家改一个字说不同意罢免，结果插画家跳出来说你怎么可以改我的图？你看这不就会发生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联动效应是国民党非常非常难以处理的，所以现在他们只能打一些周边的题目。就属于政治口水型，比如说，你说我死人联署，你说我假联署，你还不是有15万无效？这小学生吵架，因为你这小学生吵架吵下去，对国民党也没好处啦。我不用讲什么其他的数字，我讲一个数字就好。2018年卢秀燕举办反火力发电公投，总共有49万份联署书，其中无效就有18万36%卢秀燕主办的公投无效联署18万，36%比现在所有罢团的无效联署加起来还多那你说国民党打这一题打下去，打到尽头发现打到的是卢秀燕所以这一题其实我觉得它没什么发酵性，没什么延展性，只能够去骗到一些不太搞得清楚状况的人。但回归到现在最重点的核心，我一直在等国民党什么时候才会告诉大家说，让国民党继续当国会的第一大党，他要通过什么法案？今天我特别去查了，今天立法院开会的时间好像只开了半个小时嘛。对，不是说有很多事情要讨论，因为为了要延会，所以把那个议程一直每天排，所以每天开会时间就变很短。对，不是有很多重要事情要讨论，开到7月底不行，还要开到8月底。现在每天就是开半个小时会，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那你说？人民只想问你一件事让你留在立院，你会做什么好事？还是说让你留在立院，其实也没什么用？他只问这个问题嘛。我本来期待周末的时候，朱立伦主席要公布未来国民党福国利民的5大法案什么之类的，也没有就在那边说，你们也有15万无效，这个讲到后都没办法降低人民的怒火，只能去动员深蓝。但现在深蓝好吧，台北市可能有30%，那其他县市有吗？如果说你说罗明才、傅昆萁最后靠他们地方派系保住了但是那些5.5波选区的下来了，同样1席是1票那所以对国民党来说，我觉得只要他没有找到真正反罢的有意义的论述主轴，这个联动效应会超乎大家的想象。所以第一个刚才讲的那个联动效应，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要怎么样去把这个联动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能够降到最低，这个一定很重要嘛。另外，你刚才讲说，你们需要航空母舰，总是需要有一个主轴，党中央到底要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地方打组织战，我知道您刚刚也讲到说，包括议员都全力帮这些委员，我相信站街头啦、客厅会啦什么，大概都在弄。但除了这个以外，那个政党的形象怎么样去做提升？这个对中间选民或什么也有影响，也一定有。你刚刚讲，你们需要航空母舰，需要重炮，因为目前听起来好像国民党一直是跟着议题被拉着走。人家来一个起诉书，你们就只能看着这个；人家说你们哪一个委员中间出了什么事儿，大家就只能够感觉不出来。国民党在这一仗地方上各自守以外，中央有任何能够去带动一些什么样的议题去攻击的，这对你们来说，防守永远不可能会赢的嘛。你这么高也打篮球，你知道一定是这样。所以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这样。你说高雄大树乡的那个光电的事情，你说好这2天国民党讲那个万老师那什么，当然你说这些东西是可以讨论，只是你们显然这些议题，要不就昙花一现，要不就根本没有什么后续，大家还是要绕着大家最关心的这些走。对你们来说，未来到底怎么办？真的寄望白银黄主席带着所有的冲草一起来帮忙，这是最大的一招了吗？如果一场战争要靠别人来帮忙的话，那注定下场是不一定会太好。对啊，对。我先讲吧，你说连傅昆萁委员都危险了，国民党哪个立委不危险？是啊，统统都危险，而且是相当危险。在相当危险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啦，有几个东西可以先做啦。就刚刚讲的嘛，航空母舰如果不晓得往哪边开，那你护卫舰是要怎么开？这问题非常大了。现在要找一个
大的目标了。我觉得找个大的目标，一个大的方向来做应对嘛。那民进党之前包括民团啦，之前想要罢免这些所谓蓝营的立法委员，讲的就是他们不适格、不适任嘛，包括删预算啦等等，很多的这个原则上就是他们不适合。现在蓝营的你说方向把它定在你说几个立法委员或者立法院，我觉得高度恐怕也不够了，因为毕竟这个太广泛了。你说针对赖清德这1年多来的执政下，台湾到底有没有进步 ？OK， 台湾到底有没有让民众得到民进党口中那个美好的未来？我觉得这来讨论。因为这个是民众拉到赖清德总统这对，个成绩，我觉得啦，对，一定是嘛。赖清德总统都10讲了嘛，他都出来讲什么国家和平安全都讲了嘛。那当然，我觉得在野党一定要把高度拉到能够跟赖总统、赖主席同样的标准，这才是一个感觉起来比较双方符合高度的战争嘛。如果你说现在还在打哪个立法委员怎么样，我觉得小打小闹或者对某一个选区也许有帮助之外，但对于整个大方向目标，那个效果很明显的应该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党中央必须要站出来，先定锚，确定我方向是什么，然后主轴我觉得要拉高到整个民进党的执政下到底好不好。从之前的蔡政府执政8年到赖政府现在执政1年多。民众的感觉有没有变好？两岸关系有没有变好？台美关系有没有变好？我们的治安有没有变好？我们的经济有没有变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感的东西。那这个打完之后呢，我觉得还要做一些辅助的一些周边的民生议题。举例，之前大家吵最凶的是绿能产业，刚小五哥讲到了，你说不管那些绿能到底是不是菜油有，是不是绿油有，大家讲的非常的多。到现在，我觉得很多也是中南部的一些状况，中部啊等等，刚讲了嘛，高雄大树河山光电厂的问题，整个山被刨掉了，树不见了，草不见了，剩一堆光电板。不要忘记了，这个事情之前也发生过，平峨公路，大家记得吧？那个时候苏贞昌蔡政府花了几十亿在做所谓绿美化，就没有多久，山上的树砍掉，通通种光电板。这些东西我先不讨论它到底是对是错。但问题是，它所带来的效益是让全民有感，还是让某一些财团有感？这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对于很多民众而言，他也许不会那么感受到，你说蓝好绿好没什么感觉，但他发现到原来他的很多缴出来的税、缴出来的钱，通通都被某一些人拿走了。而这些过程当中，还是可能是绿营的高层所受益，或者是所暗许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比较能够激发出反对执政党他们出来投票的意愿了。因为现在其实讲白一点好了，你说支持大罢免跟反对大罢免的民调重要吗？我觉得重要，当然，但更重要的是投票率更重要啊，是吗？我不赞成大罢免，但是我不想出来投票，那有什么用？这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所以怎么样让反对大罢免的人，而且他有这个动力能够出来投票？我觉得国民党整个方向一定要非常的准确，而且要尽快的让所有的民意代表，包括我们所有支持者都知道啊。现在感觉起来就是我们各个县市的立法委员就好像那蚂蚁散出去啊，每个蚂蚁雄兵啊，但蚂蚁雄兵只是蚂蚁在一起才叫雄兵啊，一只一只的蚂蚁不叫雄兵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我觉得党中央要赶快处理了啦。很多之前的一些传达，我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包括你说1阶的联署、2阶的联署，说真的，我相信不只是我啦，很多蓝营的基层民意代表都不太知道。到现在还有问题吗？现在好一点点。说真的，我相信不只是我啦，很多蓝营的基层民意代表都不太知道。到现在还有问题吗？现在好一点点，有通一点，好不好？没有那么塞住了，对，稍微有通，但是目前通的程度可能就还不够啊，因为时间越来越紧迫啦。所以我觉得党中央这个尽快要给一个答案跟方向啦，要不然你说到现在各个选区的立法委员原则上都单兵作战了，那个选区立法委员跟那个选区的市议员合作，来巩固那一区的票。但问题是，我觉得这一次大罢免的整个的风向，让我有一种是总统选举的那种感觉的，就是他打的是一个风向，而不是个人单兵作战的问题了。大家都知道，选总统那个气势非常重要啦，因为整个总统气势会带领了所有立法委员的选举结果。而这一次以这么多立法委员需要来补选的情况之下，又是全台湾几乎各地遍地开花的情况之下，这个气势恐怕会比个人的作战能力更加重要。而目前国民党我觉得最缺的就是气势不够好。那如果气势不够好，
你说我们的立法委员、蓝营立法委员，就算再厉害，到最后想要撑过你说第3阶，我觉得都还是很吃力。说实话，那个气势，那个1届、2届不用讨论啊，那个气势就是一路压着打。没错。如果真的是在那个 NBA 比赛的话，大概不到半场。观众都走光了，我们已经输30几分了。对，观众都走光了，真的，那就是不好看的。结果看起来就是这个样。那国民党到了3阶，可是刚才如果照博弈刚那样讲，来观长先回应这一段，他们现在主轴直接拉着赖清德总统，包括整个台湾有没有进步，有没有真的好，有没有所有的，显然就是把成绩拉到最高，去直接这样打，不信任投票了。就为什么要拉到赖清德？蓝绿对决嘛。因为现在国民党他们只能做的就是诉诸蓝绿对决了嘛。他觉得说，哎呀，这个国民党蓝白加起来有60%的选票，你民进党才40%，只要我60%都出来投票，而且投票率比你们民进党还高的话，没有一个国民党立委会被罢免。所以现在剩下最后30几天，国民党要做的，他们就是升高政党对决、蓝绿对决。但是不要忘了这一次的罢免不是由民进党发动的这次罢免是由民团先发动的。那民团很多。老实讲，搞不好过去都有支持国民党，搞不好上次投票不分区的投票，搞不好都有投民众党，都有可能。但是现在呢，民团发动了要罢免这些国民党的立委，这些人不一定都是支持民进党的啊。所以刚开始这个国民党的策略就错了，讲说，反正这些民团就是民进党的，那反正呢就是这个打蓝绿对决的话，这个蓝的选票会比较多。错了，这1年来政党的版图已经在改变了嘛。你看每一次的这个民调。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的民调没有大过于民进党啊，所以这个版图已经变了。那所以说，如果国民党还在讲说我升高对决蓝绿对决，然后呢诉诸这个骂赖清德，然后呢这些人就会出来投票，这个不同意罢免国民党立委，我觉得这个不可行，因为现在国民党立委为什么会被罢免，就是他们在立法院做了太多错误的事情，包含于说砍总预算，那包含于说这个挡国防的预算，包含说现在4100亿预算你也要挡，你挡这些预算就是让这一些罢团或者让这些中间的选民觉得说，哎呀，这个什么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乱成这个样子。那刚刚阿美有讲，其实我也不好意思，的确今天开会时间很短，我们现在礼拜5跟礼拜2是一次会。那礼拜5大概开到中午就结束了，那礼拜2大概就这样开1个小时就结束了。今天大概通过一个法案就结束了，这样要一直到8月底啊？对啊，因为你看嘛，他们从为什么不事情集中在7月做完呢？因为没有这么，我老实讲，现在我们134开委员会，134开委员会，现在很多都排考察，因为没有这么多案子可以审，没有这么多民生法案可以审嘛。那如果说国民党真的觉得说，哇，你延到7月31号，延到8月30号，真的有很多案子可以审的话，那应该是每一天礼拜1到礼拜5，我们都在立法院开会，而且呢有很多民生法案可以开，有很多民生法案可以审，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嘛。所以说今天国民党跟民众党合起来说要把这个延会延到8月31号，那大家觉得说，那你就是张开保护伞而已嘛，你就是薪水小偷而已嘛，那这种立委要不要罢掉？当然要罢掉嘛。不过现在看起来3个，第一个。未来蓝营如果刚才博弈所讲的，那主轴就打蓝绿对决。好，这除了一个蓝绿对决以外，你可以看得到，刚刚讲说，因为包括馆长去中国大陆回来以后，他也讲说他要全力阻止那个什么大罢免啊，所有这些，显然不只是说白银像馆长这些，在这过程当中能够注意到有多少，连傅昆萁如果刚刚讲，连傅昆萁如果都觉得这么危险。赖士葆委员那一区，大家传统上也觉得说比较蓝啊或者什么，可是我们上次在节目就讲。在6月20号中选会公布以前，赖委员就开始在打电视广告了。你就会到大家选举过都知道嘛，尤其打立委、打总统，不是到后面，那是烧钱的事啊。没错，他那时候讲，你就知道那一席连他都觉得他要这样子面对。这次补件的台中好像是补件最多的，因为3席都在补件。而这所有的补件，你不管罢团要怎么讲或什么，所以显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蓝绿之间在议题攻防上、地方上所有这些，因为你来自台中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些，你自己觉得评估完，蓝营现在听到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大概最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不是江宜樺？当江宜樺自己，他曾经当过行政院长，那时候是国民党执政，他也是政治系教授。当他讲出说会不会真的搞到最后，如果补选再不加的话，罢掉10个，那对蓝营来讲听到这个会吓到吧？
对国民党来讲，现在反罢免态势比较有军事的，是所谓的地方派系。那地方派系当然就是我可以直接联络的管道庄脚人数够多，有事情我就直接讲嘛。那对于空战来讲会稍微劣势。我们看到台北市区5个，当初因为都市化选民的关系，我们觉得台北好像有一些地方比较蓝大于绿，没有，5个都先上台面，先端到厨房，要不要料理再说，都进第3阶段。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把选民当什么？你把选民当成独立的个体，我要说服你，我要说给你听，我要追求你，那我要做很认真工作，我要提出牛肉，我要跟你证明说你跟我在一起是幸福的，这个叫做民主，这个叫做端牛肉嘛。可是如果你把选民，为什么地方派系强？因为这些选民是自己人，我端什么你都吃，但放心，你不会饿到。那这个是地方派系的经营方式嘛？那现在会被罢免的是谁？不上不下。你一方面没有人可以经营，一方面你又没有故事可以说给人家听嘛。所以其实现在最好的反罢免策略是什么？是去上班，去立法院开会，去工作，跟人家讲你们选我是有道理的，你才有办法跟都市选民说服嘛。如果你是台北市的，如果你是台中市的，你要小心他们在防范什么？他们现在正在这个高筑墙。怕他们的声音侵略到我这里来嘛？因为有一些国民党的支持者他是这样子，我知道你们会在立法院打架，会吵架，我也知道你们跟民进党不好，但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会投给你。他们是只看国民党这边的表现，他其实不在意你骂不骂民进党的，没有人会因为仇恨来延续他这一辈子的生涯的。你不会因为你骂民进党骂得好，所以我很开心，我要投给你，那种很少很极端。所以国民党地方派系真正支持者是经济选民，是我跟你是共同生活圈的人，因为你在我家对面盖医院，你在我家旁边开个百货公司，你帮我争取某某商场过来，那这些人他也不喜欢你骂民进党，某种程度他就是所谓的蓝绿通吃，蓝绿都好啦。好，那讲完这个分析结构之后，现在的国民党在干嘛？现在的国民党就畏光，他很怕跟你明着讨论事情。他那个15万，你没有办法找一个民进党的人跟黄伟辉坐下来谈这件事情，他们畏光，他们很难跟你站上擂台辩论。黄国昌叫半天，你看黄一川找他吵架，黄国昌就不要畏光啊？什么情况畏光？熬夜嘛。为什么会熬夜？熬夜的时候，你也要早上起来窗户熬夜不要看着我，阳光好亮，去跟垃圾车了，去跟垃圾车了，没有，就是黑夜里的行为太多，黑夜里的行为，造谣嘛，打架嘛，暴力嘛，就他不是立法院里面的工作了嘛。我们用日夜来比较立法院内跟立法院外啦。事实上，你经营地方派系也是一种非立法院的本职学能工作。好，那你夜路走多了白天起来了，当然就畏光罢免团体是什么？他是走程序来跟你打仗的，他是从头到尾都在白天跟你作战的。那请问罢免投票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句话就讲完了。你如果是比说私底下，我来讲你要支持国民党民进党，私底下我很难跟你讲。罗明才站出来，请问各位，我们有团结就是力量吗？你说新店要投得赢他，我觉得也很困难。可是那是白天投票，那是秘密投票，那是大家摊开来，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说了什么话，你的党团在里面干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反共护台，你们到底有没有舔共，这些议题全部都出来，它是摊在阳光下的。所以我认为我现在能够给国民党最好的建议就是去工作，不过我觉得来不及的原因，来不及要去啊，去工作还要收钱的，还要收薪水的，他一定要去。我也主张应该要当然要去啊，还拿薪水的好不好？我认为来不及的原因是你第一届会联署的人，第二届会去写；第二届会联署的人，第三届会去投；第三届会去投的人，他会去拉票。这是国民党没有的。所以现在我认为，坦白讲，已经这个叫神仙难救，是第一个。第二个，某种程度是国民党，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打过罢免战。他第一仗是韩国瑜直接他从高雄市长跑去选总统，连罢免战都跑掉。但现在这一次才是真正的第一战，所以综合权责相符啊，因果循环，那熬夜畏光，所以我们最后讲一件事情，从我们这个新闻面对面的台柱扛收视率的来宾林俊宪身上就可以看得到，民进党一开始有支持大罢免吗？各派系有不同声音嘛。现在民进党谁敢说我不支持？民进党的风向都已经是这样子了你期待国民党的风向会长什么样？你期待中间选民的风向呢？你现在再出来讲说你不应该罢免，要团结，我真的觉得朱立伦那个脑子到底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吃到，你知道吗？就是他现在还在讲
赖清德应该要团结大家。赖清德如果今天讲出反罢免，他连民进党都待不住，好不好？现在还有谁敢说？那林俊现在干嘛？林俊现在台南开了一个记者会，说我们没事做，所以民进党台南市党工的代表要去吃这一块馒头，是怎么样？我要进攻北上，对，到处宣讲，关你什么事？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知道现在的中间选民站在大罢免这一块，我为了要选市长的这一块，我要吃啊！谁有认真大罢免，我们就支持谁嘛。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块？他已经整个以前民进党大家意见不一样，变成行来台北佚佗，我对需要传够了。他那一天开完记者会就传信息给我，那你们那个补件到26号需要帮忙吗？哇，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中间选民现在在哪里？这个我觉得是国民党一直没有读清楚的东西。等一下，来，博宇，你要不要跟他对个口？尤其他讲说，对国民党现在来讲，你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让选民感动到是像他讲这个样子吗？不敢上台辩论，开会的这件事，我觉得上不上台辩论是一回事啦，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刚之前讲的，为什么要把高度拉到赖清德总统？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缺乏给我们的支持者一个愿意站出来的动力啦，就是这也没什么否认的啦，要不然不会说愿意出来投票大概只有5成，就好一点到6成。那要不要考虑把高度再拉到习近平？也许我拉川普好了，大家怎么样？快转过去了。但我讲真的啦，这个真的是国民党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说，我相信很多人不喜欢来罢免，但是怎么样愿意让他们出来支持国民党的立委，让他们不要被罢免掉？目前我老讲。这个动力跟这个热情好像不太够，所以你说绿营的人看到哇，这个中间选民或者是好像都希望大罢免。看到 Thank you 刚讲这个样子，对，觉得有可能我在台北很容易看到陈其迈跟黄伟哲的啦。但不管如何，我觉得有句话是对的，就是今年的大罢免绝对会像是总统层级的选举一样，因为我相信所有的精锐、所有的高层都会出来，连赖总统都出来实讲了。我相信接下来。国民党如果不用最高的规格来对待，那未来的结果就很危险，真的很危险，很危险。OK， 来，我补充一下，大家看这块看板你就知道国民党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不是敌人啊，他面对罢免他们的是谁？是民进党吗？如果民进党有这样一群公民就不会老是被国民党嘲笑说你们只有4成，我们6成。为什么呢？这一面看板是万美玲的看板，它其实很低调啦。他现在在各地弄看板，国民党大概资源非常丰沛啊，所以的看板你看它旁边都是建商，非常高的看板是5个人高的看板啊。公民团体站在前面弄同意罢免，站一整天，呼吁对抗这个5层楼高的看板。这个就是公民的精神。公民团体站在前面弄同意罢免，站一整天，呼吁对抗这个5层楼高的看板。这个就是公民的精神。如果你看到这个，你只看到同意跟不同意而已吗？让你选择吗？还是看到很细微的一群年轻人，一群这个妇女站在这里对抗他们背后的你们说的 top 1%？ 这个就是 top 1% 呢？所以为什么这群人会站出来？民进党为什么要赖清德？没错，你们现在就把所有的焦点最好蓝绿对决，我们有6成，赖清德最好跟我们对决。但是赖清德是被逼出来的啦。公民团体常常讲民进党是我们的侧翼，是没有讲假话。一开始谁先站出来？公民团体。后来他们感动，第一批感动到谁？不是民进党的公职人员，是民进党的支持者被他们感动了。民进党的支持者被他们感动了，所以民进党的公职就不得不感动，不得不去做这些相关联署的动作。现在2阶段出来了，赖清德为什么去做所谓的国安实讲？他除了是他作为一个总统职责，他要让整个国家在这个罢免的过程安定之外，他当然也是呼应了整个罢团最核心的精神，叫做反共嘛。所以他谈的第一堂课叫做国家嘛。国家是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一天，这个是呼应了所有罢团的诉求嘛。所以为什么傅崐萁会危险？因为傅崐萁没错啊。韩国瑜常常讲，为什么1年就罢免这些立委？但是我也没有看到3个月当选立委3个月就带团去见王沪宁的立委啊。
为什么会变成傅崐萁是所有仇恨值的主轴？原因就在这里嘛。所以国民党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赖清德啦，面对是你们自己。我刚才讲的是你们自己的行政的伪造文书，为什么你们组织可以崩溃成这样子？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你们联署？为什么你们的两岸政策到现在还没办法说服选民？这个才是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嘛！国民党为什么现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跟选民讲清楚，我们跟中共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事情即使讲出来，人家也会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讲的跟做的不一样嘛。你们到处就是马英九到现在还是前往中国去参加海峡论坛嘛。这个就是国民党啊！你们完全没办法跟人民说服你们跟中国的关系，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站出来？这么多人，你面对的是民进党的4成吗？台湾所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统治、反对统一的民意高达8成，而这个8成才是你们国民党现在要去面对的民意。如果照刚刚来宾讲，对你说，像民进党的人是不是都要投身在这一次？那对这样讲说，像林俊委员他们要组这个什么宣讲团到处去，对，因为3Q刚讲的还什么跑到台北来，然后所有这些事。可是对于国民党一直，刚博弈也讲一个那个热情，其实我们在节目已经讲了800次，国民党怎么去把那个投票率的热情要推出来？因为大部分的民调，那不赞成或反对罢免的人是比较多，可是他会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出来投这个票？可是支持罢免的人投票意愿大概几乎快9成左右，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那个最后胜负关键在投票率，可是那个投票率的前提是我为什么要出来挺你？我为什么出来的？因为支持罢免的，包括民团刚很多。你从最近不要说从最近吧，我们从一开始一届一直到现在，我每次都在问的就是他们的热情为什么可以展现？创意就不要说了，那个创意无穷。那为什么那个热情可以展现出来？国民党要找支持者热情，为什么感觉不出来那个热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就从最近吧，上空。大罢免、大成功的这些，所有这些的创意，最近讲说他们要把它直接包括顺着台湾啦，要绕啦什么类似这些。你说以前台湾不是没有就是牵手护台湾或什么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但你这次看罢团出来这些，你就会发现那里面多了一些创意或是嘉年华的氛围，而那个氛围展现在最近，因为7月26要投票，这2天连一个机票。大家都可以把它叠成那个机票叠上去，甚或媒体上有报道说7月下旬要往台湾飞的机票会不会那个？因为假日暑假本来就贵，可是那个可能会变得更贵。国民党这个地方，昨天秦姐来上节目有讲说，哎，不是你们突然定了一个7月26，那他们有一些里长跟一些里民，大家已经讲好，就大概有100多人要出国去，那。对我昨天是开玩笑讲说，那秦姐试试看，如果你们也能够用机票叠楼叠上去，那个支持度的热情也许会出来。虽然大家都用一样没关系嘛，跑步不就是你两脚跑，我也两脚跑，然后游泳就2手划2脚动，那这部分，但上空看得出来那个热情，我就讲你光从连机票这件事，它都会变成另外一种吹热情的方式啊。对，因为选举选举某一个程度上面，我们常说那个势头很重要，势头很重要。那势头里面包括什么？国民党抢的是看板，就你走到哪里都看到不同意嘛，它也是一个势头，它也是一个势头。但这一次呢，出现了另外的事情是叠机票，以前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只有中国回来多少人。北美回来多少人？好，但是这机票不断跌下去以后，它突然成为一个罢免的势头。它的势头在网络上面不断的流传，就是说，它在网络世界一直到现实社会里面，它创造了罢免的另外一个势头。好，那大家就在想，你这个势头从哪里而来？当然，某种程度上，国家情怀是一项。网络的伟大无界否远，仇恨值的传播也很快，它是整个都过去的那它变成了一个势头。那你现在反过来看，
我觉得罢团哦，就是说罢团真的是各政党该去学习了。你说那个牵手护台湾那个太庞大的工程哦，当初李英元提出来那个太庞大的工程，那个县市要动员安排路线，把人凑出来，那是非常难的。但罢团没有那个能力，罢团呢，他就跟你延续着他的过去的创意，跟你来个绕境，绕境跟攻就可以。拎起来嘛，拎起来，非常熟悉绕境。对，好，绕境。但绕境他们选择从花莲开始，那大家就很纳闷了，不对啊，你花莲怎么会是顺时钟？你不是应该逆时钟吗？因为逆时钟进来台北、新北什么，是不是罢免区吗？错，我觉得罢团很聪明，因为我从花莲走台东切高雄的时候，对不起。那都是民进党的优势区，没有罢免，他当绕过去以后，你可以想象，民进党的议员啊、群众出来夹道，跟他们一起绕上去那个声势。然后当你绕上去的时候，你看高雄完了，接下来我们有台南欧霸的团队，好林俊宪，你看这样一路上去，你创造那一个势头有没有？那个热度一路上去以后。嘉义，然后进入云林，开始进入罢免区上去了。罢免区上，它是夹持着整个的热度往挥军北上，所以大家那时候很纳闷。我当初一听我也觉得很纳闷，但你细想一下，他是聪明的，就先把这边的势造起来，对，后面他把热度整个拉，情绪热度拉到高往，直接就冲进罢免区哦。而罢团，我觉得罢团的思考并不是，那就说我们最简单的，你要走罢免区，你不是应该是逆时钟绕过来，直接就进罢免区了吗？他不是哦，他是先绕到民进党的优势区，创造一个热度以后，直接北上，直接杀入那个罢免区哦。所以他在创造什么？势头，那个势头会刺激什么？情绪，情绪被刺激下来，就会你的投票动力会提升。这是相对的，那国民党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什么传统的方式？看板啊，造势啊，然后你有其他的想象吗？没有，但你回过来看罢团的想象，他这边绕境，但双北的罢团也在规划要办大型活动。OK， 啊，说罢团跟罢团的连结，跟罢团的集结，因为整个罢团的集结走绕境，然后跨区里面的罢团要办大型活动，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型的模式跟他们传统的模式，它是并进的。OK， 然后组织战里面还有民进党走传统的组织战的策略，所以你把它一体看，你把它投射到国民党的时候，看板。没事就办个造势，然后呢？你不要这样，来博弈来，我们有没有什么然后回答上供的？其实我想讲个最真实的东西了。选举花的是什么？是资源，对，这绝对是资源。你说那个大造势，不管从哪边绕，顺时钟、逆时钟，那要花非常多的资源。但是我不是说花资源是错的。我想讲的是，国民党该花资源的东西，你必须要花资源。你真的要把资源投下去。我讲白就是如此啦。说实话，这个大家也不要骗人了啦。你说不管是罢蓝罢绿，那些外面有没有工读生，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该怎么样去把你的资源投放到应该的刀口上面去啦。你说看板要不要做？当然要做啊！为防守战，我一定要看板第一个。再来，大造势要不要做？也一定要做。这个是一个整个气势的展现。但是细部细节的地方。我老讲，那不止花心思，要花资源。你到底单纯的你说那个客厅会，你能办多少场？你办完客厅会之后，是否能够真的影响到你所谓的中间选民的想法？我觉得那个效果都太低了。博弈，我们回过来讲一个问题。我刚才说他们从南到北这样拉上去，他是把那一个罢免的情绪跟热度拉上来。没错，没错。好，然后刚才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如何把你的支持者的热度拉出来？你从这两个去比较，没错。你现在讲的那一个什么看板什么什么什么，基本上那个是要告诉大家说你要出来投票，对啊。但你没有拉那个情绪跟热度哦。
但霸团的这样子走法，他是会拉哦。所以三哥，我回复你的是我的成绩，我能回答你的答案。你热情的成绩不是我能够回答，跟党中央想办法处理呀。看板是不会有感动的，对，那是基本，那是基本也会有感动的基本功而已。我看这个今天的这个起诉书，1月20几号过年前，国民党是要各个区党部去抄联署书。霸团是干嘛？霸团过年好像也有，对，霸团是过年前后都在收联署书啊，这种感动就差很多了。就是那个立法院预算3读通过之后，那个过年各地还在摆摊，还一堆人吵。过年前后都在摆摊啊，很多东西要花钱，但是我要讲的是，热情跟勇气是买不到的。他们为什么特别选在1块万美元最大的看板前面要站给你看？这个叫做勇气，这个叫做热情，这个是国民党人做不来的。我都承认，我觉得打到现在，你说霸团有勇气，这勇先不讨论好不好？你说有勇气有热情，这个老实讲，我不需要去反驳他，因为老实讲，你能够站在那边，代表是你捍卫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国民党现在状况就是一开始的状况已经很糟糕了，所以造成后续到现在这个洞越裂越大，快不晓得怎么补这个洞嘛。所以我才讲，所谓资源投放到所谓我觉得该要去的地方，一开始其实早就该投放些某些资源了，但已经过了。所以接下来我这强烈建议党中央，怎么样找出一个你说计划也好，或者是口号也罢，让我们很简单的一些支持者能够直接有感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了。因为你说，毕竟这30几天，你现在要怎么样让国民党的支持者有热情？你再回过头来，6月20号中选会公布，好，6月21号民进党做什么？国民党做什么？民进党是号召全国党公职全部出来，在街头上面等等那个吧。你说那个全国里面出来那个热度跟那个气势，然后你只看到国民党呢，还不是你们国民党中央是战斗蓝，战斗蓝在小小的荣兴花园里办了一场活动，但是你注意看，你办的一场活动，画面出来的是什么？哦，赵少康、朱立伦、郝龙斌、李孝亮。你办的一场活动，画面出来的是什么？哦，赵少康、朱立伦、郝龙斌、李孝亮。你看到的是什么？馆长，传统的政治人物。OK， 你没有看到什么新颖的事情。我最后补充一点啦，就是现在的状况很单纯。我觉得国民党的一路打到现在第一个首要的目标，我觉得当然说唤醒中间选民热情很重要，但唤醒最重要的不是中间选民的热情，是唤醒我们国民党支持的热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所以为什么才讲第一步？你说那个荣兴花园的演讲啦，我不管什么战斗蓝、战斗绿随便啦，这个只要能够让国民党最基本的支持度的热情跟那个投票的意愿升高，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你说中间选民，我老讲现在已经那是比较遥远的部分了。现在连蓝营支持者如果都不出来的话，中间选民怎么想不重要了。所以现在国民党的确状况很糟，那我觉得就尽快的，赶快先办一些造势活动，然后那些造势活动可以跟地方上民代表做联合，然后用更多不同的方式去召唤我们的支持者，而不要是固定式的，永远都那一群人，那个是没有帮助的。怎么样能够让大家从各个地方能够来参加我们的那个造势场合？只要造势的成功，我觉得或多或少会让其他的蓝营支持者有一点信心出来参与最后的投票。你们现在党中央最努力的是在抢凯道了，那也要抢啊，对啊，这也是态度问题嘛，这个态度嘛，对啊。没有，除了刚才讲这个就是热情怎么召唤以外，但是因为现在还剩下31-32天。已经发生了一些的事，当然不知道跟罢免是不是有直接间接的关联性，当然希望不要有。你说像郑浩那个事情，像林亮君议员收到那个恐吓的东西，像许淑华吧，也就这些事情，在选举的过程，尤其现在罢免，大家知道罢免某种程度有一些仇恨动员的味道在里头，但是不能把整个台湾的，包括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在台湾每一件都是非法的事情，可是担心的是未来如果再激化以后，很怕再出现这些都是大家要避免的事情啊。
对，刚刚博弈所讲呢，其实我听懂他的意思了，因为我跟博弈比较常见到我们的同事。我先补充一下，资源放在合法上面，资源不是放在非法的上面，这要讲清楚对。我没有说资源放在非法的上面，我抱歉，我刚漏讲这一段。对，这个博弈这个世代算是国民党里面夹心饼干啦，就是说中间分子哦，中阶干部嘛。那其实你看这一次哦，你其实从那些起诉书看得出国民党权力结构。中间分子往往是最惨的哦，像今天刚出来那个新北党部的起诉书里面呢，你去爬书一下，不认罪的都在上面，好，然后下面有一些零星的志工也不认，中间的是统统认啊，几乎全部认。为什么？因为中间的那些区党部执行长，他就是负责，哎呀发出去啊，抄一抄再收回来，那这个他们苦啊，你知道吗？因为有些还有1000块，有些连1000块都没有，三重没有，三重没有，对，理论上没有，三重没有，对，博弈也一样嘛。议员现在是怎样？我看到了啦，国民党在台北市的议员啊，每一个说啊，立委直接说你帮我们办说明会，好啊，办说明会要不要钱？其实要嘞。你场地音响起码要钱嘛，好歹要炒个米粉，还给个贡丸汤。这个立委办，这是立委办的，对，他邀请我们参加惹祸，议员承担，因为你没有了，还要怎么样？还要帮忙挂看板，对不对？挂看板、印那帆布，有那些点位什么什么，要不要吃？其实都要的。那可是你这个都要的时候，哎，上面他说啊，为了党的生存、党的发展，各位同志就努力一点啊，就这样。那所有人一定问嘛，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就这么简单8个字的问题嘛。那说啊，我们要出来可以啊，可是告诉我们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我才能激发选民的热情啊，对不对？可是党中央你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我要去激发谁，对不对？甚至有时候资源拿出来咯，要这个党中央要号召咯，结果呢，哎呀，完全啊这个拖把，对不对？国民党还发了一个7月26号投下不同意罢免啊，写了一大堆，下面来号召原住民族出来投不同意罢免。啊，我就问，所有罢免案里面有原住民立委的罢免案吗？完全没有哎。原住民族可以去投这些立委的罢免案吗？不能哎。哎，那你国民党号召这个东西是要干什么？啊，当然今天这个上公我们在友台有谈到啊，上公说会不会到时候发生干扰投票所秩序的问题？哦，可能有很挺国民党的原民朋友拿着这个国民党发的图卡跑到投票所说我要来投不同意罢免啊，哦，那就造成了一些这个投票所里面的骚乱啊跟误会等等。但就算没有这个心，问题是你在号召你的支持者做什么？你的支持者看到了会不会觉得天哪，这个党到底在干嘛？国民党的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些党员一收到想说。不是啊，我立委以后不是选这些人了，我要投他什么不同意罢免？所以国民党现在整个问题是说，党中央已经完全没有指挥中心了，就放了这些旗下的这些议员，甚至是里长，对不对？我还看到了这个最近有些蓝委啊，开始动员里长在帮他们拍影片。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国民党这个党，你整个到底你要干嘛啦？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些，不管是我好朋友亮君，他被威胁要放出私密照；不管是这个许淑华议员，民进党许淑华被威胁说有人身安全的威胁；不然这个李正浩，对不对？直接已经被辣椒水攻击的这些，不过是有一些蓝营的选民，他其实有热情哦，可是他的热情无处走，走错路了。如果说你今天国民党告诉他们说，哦好，那我们现在有怎么样的论述？你去帮我们去菜市场讲这个论述，你帮我们在街头举这个牌子，告诉大家说这些国民党立委要干嘛，那他的热情就有处走嘛。可问题是现在他看国民党乱成一团啊，只会想说啊要以霸制霸，结果以霸制霸31-0了哦，然后呢这个办理活动前往荣兴花园，然后上面看他馆长跟我们传统国民党的这个意识形态又不合。结果一霸制霸31-0了哦，然后呢这个办理活动前往荣兴花园，然后上面看他馆长跟我们传统国民党的这个意识形态又不合，那弄来弄去到最后讲说这些空有热情有勇无谋的人就开始违法乱纪，然后开始自己在那边写一些恐吓信啊，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逐渐失控的象征。倒不见得是说上面有人下令叫他们这样做哦，而是群龙已经无首了。那甚至包括说，大家现在在讲说，挂看板除了写不同意罢免之外，国民党还能写什么？哦，那像傅昆萁就说，那不然来写普发1万元。我跟你讲，你这个普发1万元，最好台北要全部挂出来，看你到底是会出来罢你的人会不会真的更多一点？因为这都会区选民应该看到说啊，你看你们又在用大家的钱来买你自己的票了，越看越生气，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些事情哦，还是回归到激发热情。对啦，大家都想激发热情啦。可是罢郎委这边他如何激发热情？他就是告诉你啊，反共保台啊，他就是告诉你要恢复立法院的秩序啊，他就是告诉你预算要好好审啊，法案不能随便乱过啊。那以国民党来讲，这些立委留立院要干嘛？你想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反而是如果冷冷的还好啦，就怕是说你的支持者那种仇恨热情被激起来，然后也没有正事好做，然后一天到晚在做那些歪掉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对社会来说是危险。OK， 当然你说不管是郑浩那个事儿，或是像说林亮君议员，或是许淑华议员，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是跟哪一个阵营有什么样一些关系？这目前都还没有一些的端倪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那警方包括检方未来侦办，当然最后查出来是怎么样。不过整个社会是不能够有沉得起像这样的一些的动荡。那未来当然各阵营之间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争取自己的权益吧，该守的、该攻的、该什么的话。就刚不会讲，大家都在合法状态之下去做所有这些一切的状况，但是对全世界来讲，一川是以色列跟伊朗到底停火了没？川普刚讲完，伊朗就出来说没有，然后才刚讲完没多久，飞弹就来了，就这样一路打下去嘛？因为大家担心的是全世界失控啊。川普宣布以色列跟伊朗达成全面停火协议啊，结果伊朗外交部长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昨天晚上股票为什么突然之间下跌？因为攻击了在卡达的美军基地嘛，所以整个看起来伊朗的报复行动还没有结束，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停火协议这件事情。请问伊朗是真的要报复吗？因为他攻击以前，他有先召会。说我要打，对，我要打那，所以他摆明了意思就是，所以川普这个人嘴也真的是，他还要讲伊朗回击太弱了，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呢？人家也算是好，我觉得这种事情，可是显然川普还没达到他要的，所以他一定继续往下干嘛？应该是说全面的停火协议还没有了，有点像金门那个单打双不打的状态，就是停止双方不断激化的一个报复性行为嘛，那打就是打意思的嘛，所以昨天也传出卡达的这个美军基地可以看到天空里面都是那爱国者飞弹拦截的那个状况啊。我说真的，如果是密集式的攻击，那可能也拦截不到，会有1-2颗会掉下去。那但是看起来爱国者的防御系统全部都被拦截到了，表示它不是一个密集式的一个攻击所以大概伊朗对于所谓的美国也好，美军基地也好，对以色列也好的攻击，大概也相当的克制跟减缓嘛。毕竟他们的核设施也被所谓的美军轰炸了嘛。所以川普刚宣布说以色列跟伊朗全面达成协议之外，那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回应，目前并没有跟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若以色列停止攻击，伊朗也无意继续回应那川普才宣布停火，以色列再发布疏散的警告，伊朗的首都基于传这个爆炸声，表示以色列也有在打伊朗那伊朗的导弹攻击卡达的美军基地，杜哈上空传起多起的爆炸事件。但是我看到昨天的一些画面，应该都被所谓的爱国者飞弹系统所拦截到了。那传伊朗封锁荷默兹海峡，经常说台湾的油气对于当地的比例非常低，就是说我们从阿拉伯那边大概进口低于2%所以对于台湾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于中国的影响就很大。如果荷姆兹海峡被所谓的伊朗封锁的话，反而是很多的中国的石油是从那边进口的。当然，对于回教国家依赖石油出口的回教国家，也非常的不利。所以，伊朗到底会不会进行所谓的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我打一个大问号，因为它反而会让原本可以同仇敌忾的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而言，反而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会反对伊朗所谓的封锁荷姆兹海峡。OK。
上空1分钟问一下，这次为什么有人讲说伊朗在过程当中，因为他们是有用到那个北斗卫星，那可是显然美国这一次他等于是全世界都骗过了，然后他就直接那个午夜之锤就砸下去了。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包括刚讲北斗卫星，因为老公一直很自豪的是他的北斗卫星啊，他不需要靠美国的那些所有，他自己也可以啊。当然，这一次的行动当然最让全世界讶异嘛，因为伊朗用的防空系统是中国跟俄国的，那它的卫星系统大部分都用中国的北斗，但这一次美国就是7架的 B2 轰炸机悄悄的进去，悄悄的出，轰炸完以后就回来了，然后没有遭受到任何一个飞弹，任何的攻击都没有，就回家了，就回家。那大家就在想说，你今天做这件事情到底虽然为了伊朗的核设施，但不要忘记哦，另外6架往关岛飞 ，B2 往关岛飞。当然关岛飞的时候，它没有完全开启逆中，我就是故意让你看到嘛，我6架往关岛飞，往岛链飞，我这7架飞给你看，进去伊朗轰完了再出来。那我这6架如果飞到中国上空，我也逆中，我完全逆中呢，而我飞这边的时候，对不起哦，它靠的是你北斗卫星哦，我往那边飞，你靠的是什么？北斗卫星哦，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你的北斗卫星对我来说不是威胁，它炸完了以后告诉你，我12颗重磅钻地炸弹，我只炸了6个孔给你看。那高空要炸下来多难？6个孔，就重复这样给你看。海上的2I2级乔治亚舰，它的刚好它的发射孔24，它一次给你射24枚的战斧飞弹出去。战斧基本上飞过去砸你一个地方，我就告诉你说，我的海上，我的空中。你连防都没办法防 ，OK， 所以他们说今天是对伊朗，同时告诉俄罗斯跟中国，我要进去你那边，跟安全的出来这一边，你自己要衡量一下。所以他对伊朗的核设施攻击，他同时对中国跟俄罗斯都带有恐吓的味道。OK， 最后来博弈大罢免有什么呼吁？30秒，我觉得。赶快找到方向，然后团结我们的支持者，呼吁他们真的要出来投下反罢免那一票，因为投票率才是取决最后胜负的关键。OK， 来，坤城30秒，我觉得还是要给人民感动啦。为什么今天罢团能够给人民感动？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出来投这一个同意罢免的票？就是说，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的所作所为，这1年多来，其实让人民已经觉得很反感了。那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大罢免大成功的机会真的是很大。来，阿苗30秒。我觉得国民党要有一个道德勇气啊，这个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哦。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后续的30天荒腔走板事情会越来越多哦。那以绿营这方面来讲的话，也许不需要太过于这个去担心说基本盘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只要国民党他不承认错误的时候，朱立伦就会是赖清德最好的朋友。未来大罢免只剩下大概30天出头左右一个时间，那到7月26到底会是怎么样，取决于这一段时间里面各阵营到底怎么样能够真的能够感动到要支持他的人，那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学员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